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医师。今天呢，我们来探讨一个很多人都不经常关注的健康议题。首先啊，我想请大家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您现在正在看手机的脑袋，轻轻的靠在你每晚都会依偎的那个枕头上。对，就是那个你觉得最舒服、最放松，承载着你所有美梦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靠着的这个地方，可能比你家里卫生间那个你每天都会刷洗的马桶座圈还要脏上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立刻想把头抬起来？会不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请先别急住否定。身为一个与各种疾病打了20多年交道的医生，我今天不是来吓唬大家的，我是来叫醒大家的。因为一个我们每天亲密接触超过8小时的东西，正在悄悄成为我们健康的巨大隐忧。这个隐患就是那个你从未认真清洗，甚至从未仔细打量过的枕头。第一部分，一个真实的案例：3年未换的枕头，让一个孩子反复咳嗽1年。去年秋天，我的诊间里来了一对焦急的父母和他们8岁的儿子，孩子叫小明。聪明可爱，但就是有一个毛病，反复咳嗽，尤其是晚上一躺下和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小脸憋得通红。抗过敏药、止咳糖浆、喷雾剂吃了，喷了不知道多少，但总是时好时坏，断不了根。孩子睡不好，父母也跟住心力交瘁。我看着孩子略显苍白的脸，听着他喉咙里细微的嘶嘶声，常规的检查都做过了，没有发现异常。我习惯性的问了一句：孩子平时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床上用品，特别是枕头，多久换洗一次？妈妈愣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枕头就是棉花那个吗？枕套我们每周都换洗的，很前进，但里面的枕芯好像是上小学时买的，用了快3年了吧，看住还挺蓬松的，就没换。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告诉他们，今天先不开新药，你们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枕芯扔掉，换一个全新的，支撑性好、防螨的枕芯，同时把家里的床垫、被子都做一次彻底的清洁除螨。他们将信将疑的走了。1周后，他们复诊时，脸上的愁容变成了惊喜。孩子的咳嗽在换掉枕头的第3天就奇迹般的大幅度减轻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妈妈激动地说：曾大夫，我们按您说的剪开了那个旧枕头，里面的棉花都黄了，结块了，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孩子每天就睡在那个上面。朋友们，这不是魔法，这就是科学。小明的咳嗽根源就是那个累积了3年汗液、口水、皮屑，滋生了几百万只螨虫和无数霉菌、细菌的旧枕芯。他每晚呼吸的就是一个高度污染的过敏原物。第二部分，科学数据触目惊心。你的枕头究竟有多脏？我知道，单凭一个案例，可能还不足以说服所有人。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系列来自全球多个研究机构冷冰冰但真实的数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使用超过1年的枕头，其重量的1/3可能由尘螨、死亡的螨虫、粪便、死皮、细菌、霉菌和汗水构成。美国睡眠协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一个普通枕头在使用仅6个月后，其内含的尘螨数量可能超过100万只，而枕头上每1克灰尘中，最多可以发现数千只尘螨及其排泄物。真菌学研究更是让人头皮发麻。有研究对一般家庭的枕头进行采样，发现最常见的枕头真菌是曲霉菌，这是一种可能引发气喘、肺部感染的真菌。一个枕头里可能潜伏住超过16种不同的真菌菌种。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和对比。一个普通的马桶座圈，由于表面光滑，
经常被清洁剂擦洗，其细菌和真菌的单位面积数量可能远低于一个你看似洁白，实则内部早已成为微生物乐园的纤维枕芯。当研究机构说出比马桶还脏 X 倍时，这绝不是一个夸张的修辞，而是基于微生物培养和技术后一个残酷的科学事实。马桶的脏是看得见的，我们心存警惕，而枕头的脏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毫无防备，甚至与它唇齿相依。第三部分，深入解剖，枕头里的恐怖分子是谁？我们的枕头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如此肮脏的培养皿？让我们把它拆解开来，看看里面到底住了哪些房客。头号公敌，尘螨及其粪便。他们吃什么？你每天脱落的大量皮屑。一个人每晚大约会脱落1500万个皮肤细胞，这正是尘螨最爱的饕餮盛宴。他们住在哪里？枕头、床垫、被子的纤维深处，温暖、潮湿、黑暗是他们的5星级家园。危害是什么？尘螨本身不会咬人，但它们的尸体和粪便是强效过敏源。绝大多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气喘、特异性皮肤炎、湿疹的发作都与它们脱不了前系。你早上起来莫名其妙的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很可能就是他们半夜在你枕头上开派对的结果。2号罪犯，真菌、霉菌和细菌。它们从哪里来？我们每晚睡眠中会流出约200毫升的汗水，还会流出口水、头皮分泌的油脂。这些水分和有机物渗透进枕芯，无法彻底蒸发，就成了真菌和细菌繁殖的绝佳温床。危害是什么？真菌的孢子飘散在空气中，被你吸入呼吸道，可能引发真菌性肺炎或加重气喘。而某些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碰上你脸上有微小的伤口，例如痘痘挤破了，就可能导致皮肤感染、毛囊炎。3号罪犯，化学物质。除了生物污染，长期使用的枕头还会累积头发和皮肤上的残留洗发精、护发素、发胶、化妆品等。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进一步刺激皮肤和呼吸道。请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每晚就是把你的脸、你的鼻子、你的嘴巴埋在这个由螨虫粪便、真菌孢子、细菌群落和化学残留物组成的混合沙拉里，呼吸长达8个小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吗？第4部分，互动环节，自测一下，你的枕头该不该丢？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请你回想一下你的枕头，如果符合以下任何一条，它就已经拉响了健康的警报。看时间，你的枕头使用超过18个月了吗？很多人的枕头一用就是5、6年。看外观，在没有枕头套的情况下，你的枕头是否已经发黄，出现深色斑点？闻味道，把鼻子靠近枕头芯，不是枕头套，闻一闻，是否有一股霉味、油腻味或说不清的旧东西的味道？即使刚洗完枕头套也无法消除。摸手感，用手按压枕头，它是否失去弹性，塌陷变形，回弹缓慢，或是里面的填充物是否已经结块、不均匀？是感受，你每天早晨起床后是否常感到鼻塞、喉咙前痛、皮肤发痒或头晕疲倦？一离开枕头，这些症状就有所缓解。如果以上问题你的答案有任何一个是，那么你的枕头已经不再是休息的工具，而是健康的负担了。第5部分了，我想再分享另一个真实的案例，长期不换枕头加重了老人的肺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脑梗后长期卧床，身体虚弱，家人照顾得很细心，但唯独忽略了他的枕头。那个记忆棉枕芯用了快5年，已经严重塌陷，表面也能看到黄黄的印记。后来，老人因为反复的吸入性肺炎而多次住院。当我在查房时，
注意到他躺在床上呼吸时，头颈姿势很不自然，那个旧枕头已经完全失去了支撑。我强烈建议家属立即更换专业的护理枕头，并对所有床上用品进行高温消毒。更换之后，配合治疗，老人肺部感染的频率果然显著下降了。家属后来跟我说，我们从来没想到一个枕头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原来他每次呼吸都可能是在吸入枕头里滋生的病菌。朋友们，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人、婴幼儿和病人来说，一个前进的枕头不只是舒适的问题，更是生死攸关的防线。第6部分，解决方案。作为一名医生，我给您的枕头健康指南。知道了风险，我们更要掌握保护自己的方法。请大家记住以下4点，比吃任何补药都更有效。第一，定期更换是根本。化纤枕头每6个月到1年更换。记忆棉、乳胶枕头寿命较长，但一般2到3年也需要更换。羽绒、羽毛枕头每1到2年更换。请把这个期限写在你的行事历上，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健康投资。第二，清洁保养是关键。枕芯、化纤枕可依照标签指示，每2到3个月机洗一次。记忆棉、乳胶枕头绝对不能水洗或机洗，定期用吸尘器吸尘，配合小苏打撒在表面，静置1小时后拍打吸净，可以除湿去味。晾晒时避免曝晒，在通风处晾前即可。羽绒枕建议每半年送到专业的洗衣店清洗。阳光曝晒，紫外线是天然的杀菌剂，每周至少1次，在阳光充足的中午将枕芯曝晒2小时以上。注意记忆棉和乳胶枕不宜曝晒，通风即可。第三，选择有防护力的枕头。购买新枕头时，可以优先选择具有防螨功能的枕头套或枕芯，给枕头使用枕垫、保护垫，放在枕头套和枕芯之间，它能更好的隔绝汗液和皮屑，而且比枕芯更容易清洗。第四，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千万不要带着浓妆、发胶、厚重的护发素上床睡觉，睡前尽量擦前头发，早上起床后不要立刻堆叠被子铺床，将棉被翻转，打开窗户，让卧室和床品充分通风，散掉夜间累积的湿气。所以回到今天的总结，投资枕头也是投资健康。各位朋友，今天我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从病例到数据，从危害到解决方案，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能真正重视起这个被我们忽略的健康盲区。我们的家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我们的床是恢复精力的圣地，而枕头则是这片圣地与我们最亲密无间的伙伴。请不要让这个最亲密的伙伴变成伤害我们和最亲的人健康的隐形杀手。它所承载的应该是甜美的梦乡，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螨虫和霉菌。该洗的洗，该晒的晒，该换的不要再犹豫。记住，在健康上，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一个前进的枕头换不来千金，但它能换来一夜安眠。一个强健的呼吸系统，一张前进的脸和一个更有活力的明天，这就是我今天身为医生最想告诉大家的。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期再见。